霸占了我12年的身，这是你应得的下场。大哥，我没有。二哥。 好好享受你的监狱生活吧，这辈子都别想出来。大欢迎来到折翼之地，全球唯一一个世界级监狱。小姐，小姐，小姐！我这是重生了，重生到了过去。上一世真千金回到沈家，又争又抢，我聪明可爱，根本就不是绿茶的对手，最后被关进了监狱，一直到死都没有任何一个哥哥来看过我。哼，无痛重生，好啊！既然最后的结局都是这样，那我不争不抢，开始摆烂。对，世上无难事，只要敢放弃。鱼，你说什么呢？没说什么。鱼，你说你喂个鱼，怎么还掉水里了？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我没事，换身衣服我就去找大哥。好，好。太真实了，每一秒都像是真实发生过的。我敢肯定，那就是我上辈子的结局。趁没进去之前，我要好好干饭，干各种各样的饭，顿顿不重样。果然，大哥他们都在，这和重生没什么区别呀。大哥，我们家破产了吗？他今天怎么敢跟我搭话了？他平时很在意我这个当大哥的感受，我皱一下眉头，他都会很关心。怎么今天说话的语气都不太对了？没有。那为什么午饭只有这些啊？你今天落水了，爸妈交代，只能吃这个。明天呢？不知道。后天呢？不知道。大哥，你今天吃的什么？还没吃。大哥，这些给你吃。他平时怕我怕的要死，今天到底怎么回事？我完全看不懂。你今天怎么了？大哥，我真的不想吃这些，与其不让我吃肉，还不如让我直接死掉。别哭了，像什么样子？够了！怎么了？大哥不帮我吃这些东西，我正在威胁他。小声点威胁。那我继续啦。赶紧吃，吃完饭去上学。哎呀，捣乱的滋味真不错呀！大哥现在应该很讨厌我吧？等真千金一回来，他应该就会让我滚。到时候我浑身上下都会让大哥厌恶，就能避免进监狱啦！耶！送妹妹去上学。妹妹，怎么了？啊，没什么，就是感觉您开始关心小姐了。
丈夫，月月，请上车。上一世就是今天，上天你造谣我。可惜现在的我不是之前小心翼翼想要维护家里每一位关系的我，现在的我是摆烂的我。张叔，直接去学校。不用先去上少爷家。不要。月月，到了，来，包给我。啊，这不还没到吗？还这么远呢！先生啊，不让送到学校门口。为什么？因为沈家的家训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啊。不光是你，其他沈家人也不允许在外面炫耀身份、搞特殊，明白了吗？嘿嘿嘿，走吧。他们怎么想我不管，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开心。走吧。你呀，早点把我赶出去，我也不用坐牢了。哇，我要吃那个，还有那个。小姐，不是我不给你买，真的没带钱。哎，你别为难一个打工人好不好？我要2份这个。哇，给你一个，谢谢。喏，张叔再见，回头你可以找我爸妈告状。哎，你们猜我今天看到什么了？你们绝对想不到，沈韵，她竟然是个骗子。沈渊是骗子啊？什么？沈渊是骗子？怎么回事？你一大早没睡醒吧？是哪个沈渊？是我们班的沈渊吗？今天我来的路上，听见沈月和他叔叔说话，他们家居然连草茶都买不起。你们俩不是一起长大的吗？我觉得你们俩的家境应该一样吧？可是沈月平时用的东西都挺贵的呀。应该是假货吧？连早点都买不起。哎，他会不会是偷的？啊？谁知道啊？别人说的我不信，但你说的我肯定信。只有你和沈月关系那么好，你不怕他生气吗？他生气了又怎么样？也是，反正你说什么他都要舔着。好啊，果然上君宇在造谣我，和上一世一样。上一次我为了和家里人搞好关系，只有选择一日。现在既然我要摆烂了，乖乖上钩的，家里怎么看我？完全没关系。正好我也想好好享受不想上学了呢。他们越生气越不让我回家，完美。这是我的桌子。那就是你的桌子，你和你的桌子真般配呀！喂，沈月，你不坐吗？高贵的公主怎么能坐有胶水的凳子呢？上一辈子我对你110十，最后你还在造我谣，这一次我可不会放过你。你说的？是我说的又怎么样？哦，哼，哪怕是我说的，你也只会跟我说好话。是因为我早就看不顺眼你，
你每次越是逆来顺受，我越忍不了。今天你好大的胆子，车都不让我坐，自己就来学校。要不你给大家道个歉，就说你以后不会这样，这学你还是可以好好上。干什么？干什么？反正他也不会反抗。喂，张叔，我不想上学了，你现在来学校接我，我想回家。别怕，我马上就到，好不好？怎么了？没事，是小姐的事儿，我会处理好的。她什么事儿？好像是不想上学了，说话的时候声音委屈巴巴的，估计是被欺负了。给我查查，沈月在学校里怎么了？到底是谁欺负她了？真是奇怪，平时她一点都不关心，今天怎么开始关心了？或许这是个好事。喂，你不会搞错了吧？沈月看起来真的不像是贫困生，她平时用的东西应该都挺值钱的。当然了，我最了解他了，平时他们就开个破车了，老是在我们家要接我，想要巴结我，也不看看自己是几斤几两。原来是因为张叔太低调了，都怪我爸，要在外人面前低调，说是为了保护我。不过很快我在他们眼里的形象全毁，他们就不会这样谨慎对我，到时候我就可劲儿造，在真千金来之前享受完了，拍拍屁股就跑。真是没想到沈月这么小就这么多心思，真是可恶！还好尚君宇明辨是非，不然真的就被他舔到了。沈月，你也别装千金小姐，只要你以后答应听我的话，我就护着你，怎么样？不行，万一张叔来了，发现矛盾可以调解，利用沈家的关系背后运作一下，还是让我上学，这可怎么办？还不承认？世上无难事，只怕无心人。要想想办法，了事化小，小事化大。沈月，你还不快点儿？行。班长，你没事吧？班长，沈月，干什么？你说完了吗？难道我说的有错吗？沈月，老实说，你爸妈是干什么的？我爸没工作，我妈偶尔跳舞。现在家里的公司已经全权交给我大哥了，我爸妈当然没工作。你爸妈不努力，你自己也不努力，还不懂一点规矩。行，让我看看高贵的公主头上都戴着什么垃圾，看着跟真的一样。记住这3个位置：第一个，击打，可阻隔动脉血流，造成脑供血不足，中断血液往大脑运输；第二个，攻击颈动脉窦，可造成心跳变慢，血压降低，甚至昏厥致死。第3个，攻击颈椎，让颈椎神经受损，若是造成颈椎骨折、压迫，甚至切断颈动脉，可直接造成死亡。谁动了，动谁，力气不够，明白了吗？明白。这些字谁写的？查到了。查到了，小姐在学校被别人欺负了，是尚君宇先生一直不让别人看出小姐的家境，所以
都不送到校门口，平时也不给小姐买衣服。你这是要去公司？我马上给你备车。公司的事你处理，我跟张主去学校。什么？你平时不是最不关心小姐的吗？奇怪，今天我也不知道是吃错什么药了。这些字谁写的？是林妍希。我擦干净。凭什么？凭什么？沈月，你疯了！班长，他还弄你书包！都回去上课。班长，他打我了，这事怎么解决？没事，这事不会就这么破，快坐会。你为什么没来接我？不想接。你不是说我家车破，我家没背景吗？接了你多丢脸啊！你沈月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要不是因为爸妈和沈家是世交，我也不会照顾这个惹祸精。算了，这件事情就不跟你计较。你要是在10秒内给我道歉，我就帮你讲。要是我不呢？那就再也别跟着我。正所为意。沈月，你们干什么呢？你们干什么呢？老师，刚刚沈月拿书砸我，还砸了尚君宇。没伤着吧？老师，刚才沈月不分青红皂白就动手。雨，立刻给他们道歉。老师这样对沈月，那就说明沈月确实没什么背景了。看你今天还不完蛋！嘿嘿。老师，你不问问事情的经过吗？经过？什么经过？不管你用了什么手段，我只知道你伤害了黎妍希和尚君宇。你不是个好学生。你现在给我道歉，我就帮你说话。你帮我说话？是啊，这里的人都知道我是什么背景，我的一句话可以让你在学校少吃多少苦。看在我现在心情还不错。明明是你造谣的我。刚才你好像已经给你那破司机打电话了吧？你只要得罪了我们尚家，以后连接我的机会你都没有。尚家算什么东西？我就要得罪，狠狠得罪。待会儿张叔一来，发现我得罪了尚家，家里人尤其是掌权的大哥，肯定对我恨之入骨。这样我就可以提前回家躺着，享受摆烂的人生了。沈月，我知道你想给我道歉，让我原谅你，我只给你5秒钟。沈月，我劝你还是赶快道歉吧，要不然以后舔不了尚君宇，可怎么办呀？我看沈月现在撑不了几秒了。沈月，你的破司机也没来。老师，沈月在学校闹事，还不知回礼，要不让他退学吧？太好了，终于能回家摆烂了。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沈月的哥哥怎么看上去身份不一般？要我说吧，这套西装和手表估计也是偷来的吧？怎么回事？大哥了耶！大哥不应该在公司吗？你就是沈月的哥哥，你来的正好。一样，竟然还有时间来管我呢，不科学。沈月，他不光欺负同学，还不认错，这样的学生我教不了。之前他都不带多看我一眼的，今天主动来学校，是因为我摆烂，他对我的态度产生了变化吧？呀，你不要过来！你不
结果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兄妹二人穿的人模狗样，背地里全干出一些偷鸡摸狗的事。老师，我建议报警更好，把兄妹俩一起抓走。我就没想到，在贵族学校里的你们，竟然是这副仗势欺人的德行。沈月哥哥，真不是我说，你家孩子是真没素质，他们怎么不欺负其他人，就欺负沈月啊？你的意思是，我们家孩子被欺负，活该吗？来教室一趟，或许你应该好好看看。晕了，沈总。沈总，你听我解释，这个老师才来，有些情况不太了解。你是没长眼睛吗？自己班的学生发生这种恶劣事件，你不去处罚始作俑者，反而冲着受害者学生发脾气，你就是这样当老师的吗？一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班都是好学生，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的。是他们被沈月丢书包才。刚才我听见老师说要让月月的家长反思，现在我就在这里，请问你要让我反思什么？沈总，你看您，是学校的有些老师眼皮子太浅了，不乱说话，你怎么还当真了呢？沈总，您不需要反思，需要反思的另有其人。这些都是谁干的？站出来！你们不说，那就一起罚。我只提醒一句，这件事情不可能简单的解决，甚至会影响到你们的父母，就像你们经常做的那样，自己衡量吧。老师，是尚君宇，尚君宇一大早就说沈月是骗子。对，就是尚君宇起的哄。我作证，是尚君宇。尚君宇是吧？马上把你的家长叫来。不止。沈总，您看，要不给我们学校一点时间，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刚才观察了你的做法之后，我突然就明白，这所学校为什么会是这样。也是沈家的失职，竟然将月月送到了这种地方。什么？今天之内召开董事会更换李冷，并且开除所有师德有损的老师，所有因此造成的损失由沈家承担。是。停止这个班所有学生有关的企业合作，并且给他们家长送去消息，在找到真凶之前，家会全力打压他。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只有今天。看来沈月会遭受今天这样的事，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有预兆了。家里竟然没有一个人在意，他竟然还为家里着想，说只有今天。你有没有反抗？我把他们都打了一顿。做得好。我们沈家的孩子不欺负别人，但也不能被别人欺负。谢谢大哥，大哥真的好厉害。这小丫头以前明明很胖，怎么突然变得太大？是有人教了她什么吗？是谁叫你说这些话的？哎呀，我是不是拍马屁拍过了？魅力这个东西啊，虽然很缥缈，但直白点来讲呢，无非就是要让别人喜欢自己。沈月，你做事太僵硬了，这样呢，即使你说的是实话，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你。你先从学会赞美别人开始。有人告诉我，人与人之间的情绪并不相通，只要不亲口表述出来，很少有人会猜到我自己的想法。大哥，你真的很厉害，我也很想谢谢你。先送我回公司，再送他回去。
等等，换个方向。大哥，去哪儿啊？走错了，去公司啊。沈总，按照您的要求，对今天的行程做出了相应调整。上午9点的评审会推迟到了10点，中午的外部接待定在了雅苑，已经告知了随行董事。上次公司起草的新薪酬制度计划已经调整为第3版，是否需要在下午2点到3点之间举行会议，进行最后的调整？取消今天的外部行程，所有会议计划不变。制度改革，我会让李新白全权负责。评审会议调整到下午。大哥，你干什么呀？沈总，我得提醒您一下，今天所有的行程归你非诚勿扰。所有事都没有现在给我妹妹买衣服重要。这些，这些，还有这件。这几家服装公司都买下来。是。没事吧，月月？啥？大哥，不至于吧？我的意思是，不用买这么多。行，听你的。剩下的服装公司，下次再买。是，少爷。别急，多泡一会儿。沈月，你知道胶水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吗？是阿尔法氰基丙烯酸乙酯。你们已经学了这部分的知识？没有。那你是自学的，对化学感兴趣吗？这好像是在监狱的时候有人教过我。502胶水燃烧后的分子式，还将燃烧后的有毒气体收集起来，企图在越狱的时候用。我对化学不感兴趣，只对睡觉有兴趣。你还小，除了睡觉，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等着你去做。我觉得睡觉最有趣，躺在床上，我就感觉特别满足。那你平时在家还做什么？看妈妈给的书。什么书啊？霸道总裁俏秘书。可是大哥，为什么你的秘书是男的？为了不出现你书里的情节，才需要男秘书。哎，大哥，那你的秘书会坐在你的腿上吗？沈月。喂，知道了，等会儿问问沈月的意思。刚刚家里给我打了电话，说尚君宇一家来跟你道歉了，现在应该还在家里等你。大哥，不想见到尚君宇。这丫头之前不是很喜欢尚君宇吗？怎么会？你相信大哥吗？相信。那你等会儿回家什么都不要说，也不要有任何表情，站在我身边就行。老张，你先回去，帮我把这封举报信交给我爸妈。啊，是少爷。来，我看看怎么样了。好了。老大，快来，这有个人。走啊，走走走！明明是他先打的我，我为什么要道歉？你，
他们家这么大，怎么可能？平日里沈月也不像个大小姐。哎呀，小点声，沈家在整个省里那都是出了名的。哎呀，你看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我们比不上的，就跟进了大观园一样。是啊，有钱又怎么样？还不是费尽心思靠近我，引得我注目。哎呀，快走！你说君宇这孩子也是的，平时我们在家呀，也一直教育他要好好保护小月妹妹，他其实也一直做得挺好的，就只是今天没和小月一块上学，没想到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君宇啊，你快给沈叔叔和徐阿姨道个歉，等小月妹妹回来了，你再好好给小月妹妹道个歉啊。这事儿啊，不能全怪君宇，我们也有错。没想到盛名之下的学校里面有这种事情。是。本来我们不想让月月活得特殊，就是想让她享受普通的学校生活。没想到，哎呀，就是，其实啊，像咱们小月这种小公主啊，就应该让她从小时候就知道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这样呢，就能够防止心怀鬼胎的人刻意接近了。那个，平时月月不是跟尚君宇一块去学校的吗？今天怎么没有看到他们一起？说，为什么今天没和月月一起去上学？他今天没有来接我。你个混账东西！他没来，你不知道主动联系他吗？亏你还是个男人，我都替你感到丢人。哎呀，好了，消消气。小月她今天肯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才没有去找君宇的，不是君宇的错。老爷、夫人，大少爷让我给你们汇报一下学校那边发来的举报信。念。江阮因为妒忌沈月，每天都可以和尚君宇一起上学放学，所以一有机会就偷偷在他的午饭里放泻药。这一次的事情也是他闹得最严，他说他一定要给沈月一个很好的教训，让他不敢再靠近尚君宇。哎呀，沈总，这都是小孩子说胡话，其实事情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够了，这件事也没有商量的必要了。好了，等老大回来了再说吧。进去以后不要说话，也不要有任何表情，记住了吗？记住了。乖。宝贝，妈妈的宝贝，是妈妈的错，妈妈对不起你，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月月，你怎么不说话呀？月月，进去以后不要说话，也不要有任何表情，记住了吗？你答应妈妈一声呀！你不要吓我好不好？月月。妈，我把沈月从学校里接出来的时候，她就不会说话了，估计是受了心理创伤。现在也不要逼她。徐姐，这种情况您就别刺激小月了，也别再逼问她问题了。我的想法是，让君宇来试试。君宇和他同龄，平时又走得近，说不定小月愿意说话呢。你就是尚君宇。刚才秘书跟我说了一些事情，你每天上学的时候都会拿走沈月身上所有的东西，中午给沈月买饭的时候会故意把饭留在食堂，离开以后听见有人说沈月的时候，你不会反，甚至会给你的小迷妹妹一些暗示。这件事情你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吧。平时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会给我背锅，今天他肯定会给我解围。不要看沈月，我在问你。哎，沈大少，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君宇这孩子呀，我们也是知道的，平时他不善于表达，但还是真心爱护小月的。君宇，你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还不快给沈哥哥解释清楚？你个小畜生，你是不是真的干了这些事？哎呀，造孽啊！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儿子？你现在马上给我跪下，可我不打死你！尚君宇，身为男子汉，要有敢做敢当的勇气。我看你也是个好孩子，
才让我们家月月和你走得这么近。我只问你一遍，那些事是不是你做的？是沈月让我做的。沈大哥，你看我就说是误会嘛，要不咱们等小月恢复之后呢，再仔细问问啊。对，沈月会给他钱，这个倒还说得过去，但沈月会故意让他把饭留在食堂，别人下药的机会吗？会故意让他在背后编排是非吗？爸妈，上家嘴里没一句实话，你们看着办吧。不是，这总科是，二位，请吧。我这请。爸妈，学校的工作人员我准备换一换，沈月的学习环境也需要整顿。沈月跟我们几个有些不一样，毕竟是女孩子，心思更加细腻。你们平日里都关心她的状态。奕晨，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的妈妈，你们几个从小到大都非常懂事，没有让我操心过。我就以为月月也是一样的，是我这个妈妈不称职，对不起。好了，老婆，不怪你，我也有错，是我没有及时发现尚君宇的心思，让月月吃了大亏。爸妈，我先带沈月回房间休息。看来相比我们俩，妹妹好像更喜欢你一些。沈月现在只是有些害怕，我先带她上去了。沈月，你先上去吧。太好了，终于可以安心看小说了。你们想说什么？我知道，我和你母亲这么多年，对你们兄妹6人照顾不善，是我们也是事出有因的呀。什么原因？怕我们耽误你们过2人世界吗？奕晨已经通过了家族考核，你也该告诉他了。我们沈家是个大家族，为了维持长盛不衰，就设定了家族考核。不能通过家族考核的，要除去沈家的身份，不能继承和拥有任何财产。可我不是已经通过了吗？就算弟弟妹妹们没有通过，我也能够养得起他们。当初你的父亲也是这么想的。曾经，我也拥有很爱我的父母和彼此真心相待的兄弟姐妹，可最后，通过考核的就只有我一个人。我一开始的想法跟你一样，选择接济他。爸，我要你别过来！别几个兄弟姐妹都不敢堕落自杀，我和你妈也撑不下去了。从今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呀！要是当初我们没有给这些孩子爱，他们现在就不会如此伤心，就不会死，都是我们的错啊！孩子们，爸爸来陪你们了！不要！爸！所以你们这样，是因为爷爷奶奶的一句话？奕晨，你姑姑他们每一个人都坚持过广袤的天顶，怎么可能靠施舍度日？我是真的不希望你们像他们一样了。够了！不要再为你们的不负责找借口。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我都一定会让小月通过考核。是你们是错的。终于可以安心睡个觉了。哎呀，哎呀，大哥，你干什么呀？我才休息了1天。我想了一个好办法，
能让你好好历练一下。你去给我上综艺。我上综艺？为什么？整天在家待着，怕你无聊，就给你找了点事儿做。我不无聊。你二哥会跟你一起上综艺，如果有不想回答的问题，保持沉默就行。能不能？不能，你迟早要回去上学。在节目上，你可以自己选择合适的时候解决心结，其他的我会处理。可是，明天上午10点，节目组会过来拍摄，录一个出发视频。你需要自己整理好行李，和他们一起出发前往江城。节目全程直播，你自己注意。哎呀，知道了，知道了。这就是沈影帝的妹妹啊，长得真有明星相。谢谢。沈小姐，我来考考你，你知道我们这档综艺的名字叫什么吗？叫条条罗马通努力。对对对，那你知道我们节目的主旨是什么吗？让身在罗马的孩子明白努力的重要性。没错没错。我努力做什么？努力进监狱吗？沈月，救命啊！二哥的帅气值快把我24K 钛合金狗眼闪瞎了。上车，我们出发。去哪儿啊？我们又不熟。你好呀，你就是沈哥的妹妹吧？我叫邹雪珍，你可以叫我邹姐姐。漂亮姐姐。刚才我看你进来的时候，行李箱还是让哥哥帮忙拿的。小朋友要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哦。是绿茶呀。是我刚刚说话太突然，吓到你了，不好意思啊。沈哥，我看你妹妹好像不太爱说话，那我就先不打扰她了。没礼貌。看来沈双叶和她妹妹关系也不行了。我没事的，你别说她了。我说的是你。什么？说我？嘉宾们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到来。在未来的7天里，我们将共同度过。我们节目的宗旨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努力。因此，在之后的日子里，大家所需要的一切都需要通过努力来获得。为了让共度的时间更加和睦，现在请各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沈老师，要不您先来？我是沈双翼。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大家好。我是姜世文，是我们家的独子。平时喜欢玩点极限运动和刺激游戏。希望接下来的几天大家能玩得开心。沈妹妹，你还没自我介绍吧？他叫沈月。这就没了？未来7天的食物和住宿全部都需要各位凭借努力来获得。今天是第1天，为了让大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降低了些许难度。想要有所收获，必须付出努力。现在，请各位展示一项日积月累至今的才艺。全部展示结束以后进行互投，请大家不遗余力的好好展示自己吧。好，我先来。各位哥哥姐姐不会在意吧？我平时喜欢玩点极限运动，但都不好展示。我给大家变个魔术吧。这是一个苹果。诶，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个小提琴吧。
的真好啊！那我就唱几句我偶像的歌了。没想到，唱的真好听。没想到二哥唱歌这么好听。那沈妹妹要表演什么才艺呢？事已至此，就先睡觉吧。年轻确实好啊，倒头就睡。看样子是没什么才艺哈。这个才艺不错，不愧是我的妹妹。那接下来我们出发，前往今晚的住宿地点。稍后我们进行抽签，选择住宿。各位可以按照之前的抽签顺序挑选今晚的房间了。你就让我们住这儿，疯了吧？如果各位有不满，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更好的房间。最近的5星级酒店在哪儿啊？我自己会订房间。可以啊，但是节目组不会提供车辆接送。什么？你们怎么能这样啊？你知道我是谁吗？在各位来节目组之前，我们已经与各位家人签了协议，冻结了各位账户，并告知了周边酒店。怎么可能？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我不录了，我要回家。我们节目的宗旨是努力，如果邹小姐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离开节目组，我们也不会阻拦。好了，各位可以挑选今晚的房间了。还有，这里是各位的午餐材料，任意取用。你们谁会做饭？没人做饭可不行，我可不能饿着肚子。请问节目组里有谁会做饭吗？今晚掌厨的老师，我愿意给予一定报酬。沈影帝，其实我们节目组每天都会有一个彩蛋，第一个完成彩蛋的人会得到彩蛋奖励。今天的彩蛋奖励是双人份的豪华午餐。彩蛋是什么？请问各位，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进攻并清理一个敌方占领的村庄呢？什么鬼问题啊？怎么可能会有人去占领一个村庄呢？这题我会。沈妹妹，不懂呢就不要乱说，不然一会儿答错了，可就没有午饭吃了。让我妹妹试试看。沈月，我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讲。这个题目虽然需要遵循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战斗环境来制定具体的战术细节，但大体呢也能出一个通用方案。执行作战时，指挥部应跟随火力组行动，并掩护火力组的侧后方。完成上述战术规划后，才可开始清理作战。主持人，我写完了。好巧，我也写完了。开放性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言之有理即可。最后越有理的人最终获得奖励。沈月同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怎么，是沈妹妹写的答案，主持人也看不懂吗？主持人，你介意让我看看沈妹妹的答案吗？沈月同学的回答逻辑清晰，言辞合理，非常完美的计划，和标准答案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我妹妹多才多艺，我看看你写的什么鬼字。字那么丑，还好意思出来显摆？我只是不擅长这种游戏性的问题罢了。沈妹妹，你还是在学习上要多下点功夫才行。而且，这答案也不见得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
说不定就是从哪抄来的。在这儿又不能上网查资料，打电话也仅限于我们几个之间。你告诉我答案上哪儿找？脑子呢？周什么周？我告诉你，没有证据，光凭上下嘴皮一动就污蔑人的事少做。我宣布，这一轮沈月同学获得胜利。接下来领取你们的午餐奖励吧。这是2人份的饭菜，沈月妹妹可以邀请一个人一起用餐。豪华晚餐还有1个名额，这个名额究竟花落谁家，就看等会儿沈月的选择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和沈月妹妹交流，提高自己被选中的可能性哦。我就不谈这点口腹之欲了。月月，你选其他人吧。我也不用了，我吃点沙拉就行了。不过呢，我有胃病，如果晚上犯病了，还请大家照顾照顾我。哥，吃饭。沈月亲哥在那儿摆着呢，你以为你算老几？搞笑。多吃点。沈总，正如您猜测的那样，他们已经有了动作，这些是他们用于曝光搜集的资料。说沈月在学校仗势欺人，说我们沈家溺爱纵容孩子，说四海私立学校徒有实名只是有钱人的游戏，这群真正的毒瘤怎么敢反咬一口？沈总，媒体那边我们压着，暂时没有报道出去。盯紧他们，除了大媒体，那些给钱就办事的小地方，你多注意，再拖几天。好的，沈总。这枕头怎么跟监狱的枕头硬的不相上下呀？不行，我得想个办法让它变软一些，不然今天我得耗死在这儿。节目组选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直接买肯定不行。但是这里动物多呀，我可以收集动物身上的毛发，塞在枕头里。就这么干。咩咩咩咩，沈月这是在干嘛？不知道，但是刚才有一只狗从他面前路过，被薅走了一地的毛。这是在干嘛呀？好了，差不多了。刚收集的毛发有点脏，需要清洗。清洗之后，倒是可以直接用锅烘干，就可以当枕头用了。那是吃饭的锅，被他这么一弄，还怎么用啊？真的很自私啊！如果有不爱与人交流的毛病，就是会这样，做事只顾自己。哎，能别叫了吗？不知全貌，不予置评。嘿，有想法啊！
被我用来煮羊毛了，不能用了。锅被我用来煮羊毛了，别用，明天给你们换一个新的，是月月。哎，你看。所以沈大佬刚才做的这些，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睡得更舒服。有必要吗？就那么睡不行？矫情！哎，导演，咱们节目上热搜了！啊，现在是路过的羊，也没能幸免啊！哎，我的个乖乖，你看，全都是夸沈月的。哎，弹幕上是路过的羊全都哭了。沈月这一手啊，真是神了！这个该死的野丫头！哎，导演，这机器怎么坏了？怎么会坏了呢？刚开还好好的。这是进水了吗？怎么没法用了呀？不可能啊，这个是防水的。哎呀，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出事儿？这少一台机器啊，直播起来肯定有些困难。哎，我先给维修队打个电话问问吧。这个机器我好像在监狱里见过。哎，喂，维修队吗？哎，对。哎呀，那摄像机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不行了。我们这个拍摄是不能停的呀。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得用，非常着急。您看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啊，对。哎，等一下，又不着急了。不是，机器突然好了。哎，这机器怎么又好了？看来是沈月修好的。沈月妹妹，你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现在我就可以支付你报酬，你想要什么，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都可以满足你。哎，这所以你是想要一口新锅？行，我买2口锅给你安上。都是王子公主吗？我都起床扫了8条街了，还有人在睡觉，都别给我装了，都给我起床下来干活！起床了！还有一个人没有醒，我就会一直叫。都是王子公主吗？我都起床扫了8条街了，还有人在睡觉，都别给我装了，都给我起床下来干活！哎，早上好啊。各位，今天是咱们大家正式度过的第一天，节目组不会再为各位提供除了彩蛋奖励之外的任何帮助，毕竟昨天各位并没有凭借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任何食材，所以也没有早餐提供。如果说各位有早餐需求的话，可以完成节目组相应的任务而获取。这有什么样的任务？哎，问得好，这个不同的早餐对应不同的任务，比如说1碗白粥，你只需要去后院摘50颗白菜就能领取。如果说是白粥加榨菜，那你就要摘50个白菜，还要将其中的10颗卖出去。如果说是豆浆加油条，那就是另外的任务了啊！我想问一下，咱们节目组的早餐是直接买的呢，还是用那口锅煮的呢？基本上都是买的，不过已经有些凉了，待会儿会用这口锅给大家热一热。是这样，昨天晚上我看见月月往那口锅里煮了些不干净的东西，那口锅应该不能再用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是动物的毛发。本来我当时就想阻止他的，可是他已经放进去了，我怕吓着他，就算了。但是那口锅肯定不干净了，不能再用来煮人类的食物。怎么了这是？没事吧？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呕成这样了？江世文好像是最早起来的，他洗漱的时候用那口锅烧的水。天哪！你倒是坐得住，犯了那么大的错，还想让我把你顶下来吗？沈月，
你真的是太过分了！那口锅它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它是我们大家一起要用的，你怎么能煮了不干净的东西都不告诉我们大家呢？你看，盛文都因为你变成这样，沈哥，你也是不能太惯着孩子了，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哪里做错了才对。怎么仅凭一面之词就定罪了呢？你们问过沈月了吗？哼，真相我已经知道了，那边的你也别吐了。我来给你们念念，报仇需求，锅被用来煮了羊毛，要换。哇，这个应该是向节目组讨的报酬吧？你们把锅换了？换了。什么时候换的？凌晨4点。凌晨4点。对。是这样吗？我不知道，这个锅已经被换过了。沈月这孩子刚才一直没开口，这才错怪他了，是我太片面了，对不起啊，月月，希望你能原谅姐姐。别逼他了，你把他吓着了。刚才不是在说早餐的事儿吗？现在能领取任务了吗？还有，这个任务能不能帮别人做？啊，我们只管结果，不追查完成人。今天的彩蛋是什么？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各位的独立生存能力，所以今天的彩蛋题目也与生存相关。今天的彩蛋就是这颗炸弹。谁能第一个拆除炸弹，就能获得今天的彩蛋奖励，获得一位会做饭的贴心管家。你们疯了！炸弹这种东西太危险了，在场的还有小孩子。不，这是一颗经过特殊加工的道具炸弹，没有什么太大的杀伤力，但是如果炸到各位，也是会很疼的哦。我这是上了一个什么假节目啊？这东西我好像在节目里见过。不敢相信，如果我那天嫌麻烦，没和赵叔一起去学校，如果沈月就这么回到家，凭自家父母的大神仙，这件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通知下去，之前压下来的消息可以放出来了。好的，沈总。月月妹妹，这个东西可是很危险的，不是你能玩的。阿姨，管好你自己，人家亲哥都没说啥呢，就属你整天叫的唤。你叫谁阿姨啊？导演，你快看，就是这个沈月，随意霸凌别人，大家可千万别放过他。这种有缺陷的人，怎么还有资格参加综艺？怎么直播间突然多了这么多人？难道大家都爱看初中生拆炸弹吗？大家好，我是四海私立学校一名普通学生的家长，孩子身上都是青青紫紫的伤痕，尤其是胳膊上更是厉害。大家可以看一下，沈家的厉害在学校里都是出了名的，不管你做什么都绝对不能惹沈家人不高兴，否则你就会在学校混不下去。万幸啊，校长和老师都是明事理的人，他们也说会严肃处理这件事情，可没想到我们等来的结果却是校长和老师通通被迫离职。如今我们实在是迫于无奈，只能求助于媒体，希望最终还我们孩子一个公道。沈总，公关文案已经想好了，赵家的证据也拿到了，所有证据全部发出去。好的，沈总。妹妹，你快放下。炸弹爆炸的原理，首先是炸弹脱离母体，随后控制尾翼叶片的梯形保险脱落，叶片展开，底盖失去控制。此时，由于塔形弹簧的张力将基针从凹槽内弹出，火爆座失去限制，被推进弹簧推动，将火爆移动到中央，正对基针，呈战斗状态。现在可以判断出，节目组的炸弹还没有进入战斗状态，所以拆除这个炸弹只需要……别逞强了，不行就让别人来。最烦看这种小太妹上综艺了。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放过沈月。哎呀，别吵了，
事情有反转，沈家发声明了。江婉因为嫉妒沈月，每天都可以和尚君宇一起上学放学，所以一有机会就偷偷在他的午饭里放泻药。这次的事情也是他闹得最厉害。他说一定要好好给沈月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一个教训，让他再也不敢靠近尚君宇。本来因为这个声明好笑才点进来，没想到点开音频文件后我惊了。看完音频把我人气上了，难怪大集团直接发文开怼。事已至此，他们只是孩子，千万不要放过他们。拆除成功了！什么？拆除成功了？只用了不到1分钟。导演，你怕不是拿了一个假的玩具炸弹，为了哄沈家小姐开心？不可能！炸弹是真的，我继拆弹专家也需要2分钟才能拆除。他真的还是我妹妹吗？一个令普通人闻风丧胆的炸弹，竟然被一个12岁的小姑娘面不改色的拆除了。炸弹确实被安全的拆除了。牛啊，月姐，以后收我当小弟呗。以后我就是你小弟了，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沈小姐，我是节目组给您安排的贴身管家，请问您有什么吩咐吗？1. 用最快的速度准备出一张柔软、大并且舒服的床。2. 准备够4个人吃的食物。好嘞，立刻去给您准备。娇气，月姐人真好，还知道替我们着想，大善人。妹妹，其实你不用这么努力的，你想要什么，和哥哥撒个娇，哥哥会帮你实现的。节目组算什么？撒娇。沈月，你说你呢？明明长了一张惹人怜爱的脸，怎么就不懂得利用呢？啊，你成天假装坚强，能给你带来什么呀？还不如哭一哭呢。哭能解决问题吗？你在姐面前哭一哭，我呢就帮你去解决那几个对你图谋不轨的臭男人，怎么样？我自己可以解决。你呀，就是太不可爱了，说的实话，别人才不相信。只要哭就可以了吗？沈小姐，您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月姐，什么时候教我拆炸弹啊？月姐。食不言。你人挺好的，以后有机会来沈家，我教你。真的吗？太好了，感觉月姐你这几天变化好大，话都多了不少呢。一开始还以为你是个喂，哎，那个邹啥呢？他呀，节目播出后收到负面评论太多了，退赛了。不错，清静了不少。月月，你快吃，一会儿带你回家。回家？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实验室附近。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现在是晚上10点，你还能睡不到10个小时？为什么？我又不用继续参加综艺了。的确是不用参加综艺了，但是啊，你要上学。啊？我怎么还要上学呀？不去之前的班级了，我给你安排好了一个为你量身定做的新班级。早点休息，明天早上8点我送你去学校。好好享受你最后的睡眠吧。
老牛，我妹妹就拜托你了。沈总，你就放心吧。来，各位同学，这是沈月，我们班来的新同学，大家掌声欢迎，让她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沈月，喜欢睡觉，平时上课的时候也会睡觉。怪不得要我坐镇当班长，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沈月同学，上课期间是不允许睡觉的，如果你违反了班规，我可能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那我该怎么样才能睡觉呢？怎样都不能睡觉，具体的班规我后面会单独告诉你。现在你去后面的空座位，和大家一起上课吧。老师，我认为沈月同学的脑子可能出现了功能性紊乱，现在最好立刻去医院检查一下，而不是在这里上课。小叶，你为什么这么说？人之所以睡觉，是因为褪黑素和五羟色胺交替分泌，因此如果在白天，尤其是上课这么快乐的时候突然想睡觉，大概率是因为这两种神经递质分泌出现紊乱所引起的睡眠问题，又或者是大脑供血不足所引起。建议立刻送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各项指标是否出现了问题。我有病，要去医院？沈月同学，你这是要……这是泰勒公式，现在还要去医院吗？沈月居然会用泰勒公式，这个公式是我昨天才从叶林学的。沈月同学很厉害，竟然用这么简单的解题过程就把公式解了出来。大家都要向沈月同学学习。这新来的同学可真厉害，好像比叶云都厉害。是啊，竟然用了3步就将题解了出来，这是何方神圣啊！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沈月同学，快回去吧。沈月同学你好，我叫青小月。这个是学校附近蛋糕店里的小蛋糕，你尝尝。谢谢。月月，你终于醒来了。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睡觉啊。是叶银不让我叫你起来的。对不起，上课的时候是我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推算数据，就贸然吓唬你。不用。那我们能交个朋友吗？好，这个蛋糕给你。他就这么答应和我交朋友了？月月，你不会生气吧？其实叶银挺聪明的，是咱们班公认的天才，只是他平时喜欢推测，没什么恶意的。没有，就是有点困。你都睡了1节课了呀，身体真的没什么问题？有。沈月同学，你……哎呀，我哥说我得了懒病，只有上学才能治好，所以就送我来上学了。啊，我哥来接我了，那我先走了。沈月同学，拜拜。明天见。学校的生活感觉怎么样？还可以。对了，大哥，你说人可以提前看到自己的终点吗？其实我更想知道，
我真的不是沈家的孩子吗？那如果你提前看到了终点，你站在终点往回看，能够看到什么？是我走过来的路。你从终点往回看，只能看到一条路，那是你的命定之路。但你从现在到达终点，却不止一条路。所以，无论如何，你也要为自己的命运努力一把。九月，明白我的意思吧？明白。这阵子我要出差，你自己在家乖乖的。哭声，该不会大哥刚走，家里就闹鬼吧？不行，我得去看看。要是他在这里哭一宿，我还怎么睡觉啊？你哭什么？四哥，妹妹，四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以为大哥这周在家呢。大哥，你怎么把助理带回家了？他不是助理。是四哥。你四哥他和别人不太一样，以后和他说话注意一点。那干脆以后我看见他躲着点好了。刚刚那眼神，简直像要把我咔嚓了。四哥，我刚想提醒你小心台阶。你的腿流血了，包扎一下吧。走开，不用你管。好心当成驴肝肺。这件事要不要告诉大哥一声？他看起来伤得很严重啊。我警告你，这件事不许告诉大哥。谁有夺过你的幸福？他就是摔了一跤，怎么会流这么多血？你四哥受伤了，他有凝血功能障碍，现在很危险，可能需要你去帮忙处理一下。好啊，沈继泽，不让我告诉大哥，自己去找大哥哭。沈继泽的痛觉是普通人的2到3倍，凝血功能也有问题，不能放任不管。沈继泽，你在不在？你的腿还流血吗？人命关天，别怪我了。月，四少的门踹不得呀！他刚刚摔倒了，流了很多血。什么？你不许过来！四少，你这伤得赶紧包扎！你放手，我不要你管！哎呀，你走啊！四少，忍一下，忍一下，你不要碰我！再不碰就要死了！忍一下，忍一下，忍一下！哎呀，慢点儿，轻点儿。手机啊，手机。
你不许拍照！拍都拍了，放心，我只会和大哥说我完成了任务。以后走路小心点儿。他就这样走了吗？什么都不问吗？哎，四少，你看，刚刚月圆给你送来这个医药箱，还叮嘱了你一定要注意伤口。除了大哥，也会有别的人在意我有没有受伤吗？我只睡了6个小时，都怪沈继泽。他不是从来都让张叔把饭送到房间里吃的，怎么出来了？稀奇。宋婉，谢谢你。不用谢我，大哥让我去的。四哥，你为什么要哭啊？是因为你的凝血功能障碍吗？没听说过凝血功能障碍会导致一直哭啊。四哥，喝点水。你来这里陪我，也是大哥要求的吗？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你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但就是控制不住。哟，看，这就是咱们班娘炮，天天就知道哭，头都不敢抬。胆小鬼，你这种人以后干什么呀？废物！这是大哥给我准备的。你还有大哥呢，你大哥该不会跟你一样是个小白脸儿，是个娘炮吧？你大哥跟我们一个学校，我们这学校也是你们这种穷鬼上得起的？我不许你们这么说我哥。又哭了，真丢人。去死！去死！怎么还要动手啊？像你这样的，我一只手就能废。你不许说我大哥！放手！你放手！住手！住手！大哥，我没事的，我来了。敢动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他大哥吧？我就是让我爸告诉校长，把这个娘娘腔给开除了。你签过的，你被开除。谁呀？开除我？回去通知你们家里，沈氏不会再和你们顾氏合作，因为你动了我沈一晨的弟弟。沈一晨？你是沈总？小泽，我们回家。以后要是不愿意来上学，就不来了。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一个都不会放过。走。完了，我们得罪了沈家的人。从小到大，我一哭别人就嫌弃我，说男子汉怎么可以动不动就哭？只有大哥保护我。原来是这样，所以你才会这么孤僻。四哥，其实你哭起来也挺好看的。好看？是啊，妈妈说过，四哥的脑子就比普通人的脑子要聪明很多，所以需要用哭缓解脑部压力。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四哥这么聪明，有点特别也是正常的。你别管别人怎么说你，你是要把照片发给大哥吗？不是啊，我是想回去学学怎么哭才能像你一样好看。沈月，你在研究什么？我在研究怎么哭才能让别人感觉可怜。四哥，
哥爱哭，倒是给了我灵感。我要是也能像四哥哭的一样漂亮，卖地手好惨，以后说不定也不会进监狱。哎呀，完了，哭不出来，想哭太难了。沈月，上来答题，答不上来，后面站着去。沈月，这可是2阶微分方程，你别逞强。沈月，你太厉害了，怎么做到的？喂，我去，沈一晨，你妹是数学天才啊！你们家怎么老出天才啊？苏哥，我有个问题，为什么你哭的时候不会流鼻涕啊？可以控制的呀。怎么控制啊？你可以用手按压眼内侧，可以减少眼泪流入鼻腔，就可以控制了。四哥，你真厉害，谢谢四哥。你们俩在嘀嘀咕咕什么呢？我在和四哥学习一些方法。原来他的数学是他老四学的。你四哥是数学天才，你确实应该跟他学习。老四，也许你妹妹。妹妹挺好的，妹妹会帮我擦眼泪，不会嘲笑我，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而且，总之妹妹很好。你们俩吃饭吧。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四哥，你不在学校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五哥，沈不要把手术刀带出解剖室以外的地方，你又忘了？忘了。四哥，我在问你，回家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我在群里说了。行了，小吴，老四回来也是有正事的，而且你手机从来不带进解剖室，他也联系不上你。他联系不上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能联系上他就行。不要碰他！沈金泽是我的实验品。实验品？难怪我总觉得四哥身上有些伤口的形状不太像自己能不小心弄出来的。我绝不会让你伤害四哥的。大哥，他杀了你的蟾蜍。蟾蜍？沈总，这蟾蜍是大师给你的法器。没错，以后我要把它供起来，有它在，我一定能财源广进。蛤蟆太聒噪了，一直冲我叫，太吵的东西就应该被杀掉。你不许吓妹妹！你把她怎么了？那是你的蟾蜍？大哥，他杀了你的蟾蜍，还把它解剖了。你给我过来！沈月，你等着吧。四哥不哭，别怕他。小五他其实人不坏，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谢谢四哥，不如我们去看看大哥怎么惩罚他吧。说，对不起，做错了事就要接受惩罚。你这把刀我没收了。那不行，从今天开始，你这把刀就交给你妹妹保管。你要是想要回来，你就要学会如何对哥哥妹妹们好。他的这把刀是解剖刀，不是手术刀。解剖刀比普通手术刀的刀片大，因为需要切出比较深、比较长的切口，以及剔除部分组织结构。拿着这种刀在外面晃着，很危险，
绝对不能靠近。你怎么知道的？我在记忆里看见过，监狱里就有人用这种刀。还给我！不行，你会拿着它伤害我们的。我没在跟你商量，还给我！大哥，你看他。小五，老实一点，我还要出去一趟，你们几个在家不要闹起来。还有沈月，沈雾虽然行为有点奇怪，但他是个好孩子，你不用害怕他。我要去赶总公司新的蟾蜍，家里可以没有人，但一定不能没有蟾蜍，否则我的财没有东西能镇得住。走，四哥，咱们看剧去。等等，你跟他玩，你注意点。好。四哥，神物这么欺负你，你为什么不生气啊？小雾虽然凶，但是他对我挺好的。虽然他有时候的担心让我害怕，但是他还是担心我的。沈继泽，开门。四哥，你想给他开门吗？要不然小雾会一直敲门的。四哥，你说普通人能持续性的保持敲门动作多久啊？小雾上次敲了1个小时。那就让他敲呗。哼。可是他看剧。四哥已经睡着了，你别吵了。把我的刀还给我。好，快走。五哥，我发现你好像很讨厌我，为什么？都是因为你。爸爸妈妈一开始不想要我，只想要你。但我知道，你这个妹妹傻的。大哥，你看他。沈雾，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无论是手术刀还是解剖刀，都不能带出你的实验室？说了。那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你的刀很危险，永远不可以指着别人，更不可以指着家人？也说了。你做错了没有？错了。给妹妹道歉。对不起。沈月，你刚才在做什么？和四哥看剧啊。小五，你刚才在做什么？在准备割他喉咙。我知道，大哥说过，不能割别人喉咙，不能做让别人害怕的事情。但我刚才没忍住。你，沈雾，你们俩跟我过来一趟。啊，大哥，把刀还给我。做梦！我讨厌你。你今天就是讨厌死我，也得再吵20遍哪些事情不能做。我知道有哪些事情不能做，但是我想做，为什么不能割别人喉咙？我不理解。那如果是你四哥被割喉咙呢？记住这种感觉。你割不到我的喉咙，因为你打不过我。打架和杀人可不一样。半个小时，然后去把不能做的500件事给我吵20遍。50遍。你也得抄。什么？这是四哥给的糖，要不要？条件。帮我抄。这点不够。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抢四哥了。好，成交。你知道为什么四哥会害怕你吗？为什么？
因为你总是摆出这种表情，他才会怕你。表情？什么表情？像蛇一样冰冷的眼神和想打人的表情。那我该怎么做？你的脸太僵了，应该要多笑一笑。不过我猜你应该不会笑。面对四哥，四哥是一个对情绪很敏感的人。你要么不笑，笑就模仿出最真诚的笑。嘿，然后呢？我还要做什么？要是你真的笑不出最真诚的笑的话，那语言和行为将会成为你最大的利器。他还是什么都不肯说吗？他每天除了睡觉就是盯着窗户外面发呆，照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老大。再给他点时间吧。是，我总觉得跟他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我马上就要回家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来看你，也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来看你。若是我2个月没有来看你，就去京城沈家，他们会给你谋一条生路。我叫沈慧。多吃点青菜，对身体好。把你碗里的吃完。只要吃了这个就行了吗？我说，只要你帮我吃了这个青菜，四哥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温柔的人，这样他就不会害怕你啦。小五，你怎么帮妹妹吃了青菜？我嫌她太少了。我觉得妹妹挺好的。小月对我真好。二哥，你脸色看起来有点不太好哎，要不你吃完再睡会儿？好，听小月的。我怎么闻到一股难闻的血腥味儿？你天天和血肉打交道，居然会觉得血腥味难闻？老三，你怎么回来了？大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奇怪，在我的记忆里，三哥不是为了执行任务已经尸骨无存了吗？怎么带着血腥味就回来了？怎么回来了？过段时间要去执行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上面让我们出发之前回家看看。这次回来想做什么？大哥想让我做什么？你如果不知道做什么，就去陪沈月玩。不要，我要背题。妹妹等等，我跟你一块儿，你要有不懂的可以问我。四哥，我今天想自己学。这是妹妹拒绝我了吗？被妹妹讨厌了。今天我陪着你，可是妹妹，她应该就是困了，不想被你发现。小五说的对，大哥，我去找小妹玩了。老三，去找沈月前，先把你二哥带回房间，放到床上，盖好被子。这次回来是看我最后一眼了吧？你还是那么弱。反正我从小就弱，你还没习惯吗？你还是那么听大哥的话，但是你有把大哥当自家人了吗？
你还是在逃避。喂，沈双晨，虽然我一直比你弱，但是帮你得到大哥庇护的人是我。怎么样，我也担得起一声二哥吧？你的房间到了，我就先走了。这个妹妹我挺喜欢的，你等会儿别吓到她。知道了，二哥。一个人很弱小，你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么小小的一只蚂蚁也会让你害怕。可当你走出去，遇见自己想保护的人，想为之而努力的人，那即便是神明，也无法令你止步。贾千金被抛弃，孤身一人，监狱无期。我已经好久没有梦到关于监狱的事了。谁？我是三哥。我来和你玩。可是我想睡觉。但大哥让我来跟你玩。果然三哥只会听大哥的话。三哥，我想玩枪。玩枪？我手里没有现成的枪，要去找同事申请，肯定会被审问。看来只能自己去做了。三哥，妹妹需要什么？还要枪，我一会儿去买制作材料。妹妹要枪？要枪？四哥，你在家里等着吧。三哥，我跟你去。不行，我跟你们一块去。三哥，我跟你们一块去，我可以帮你们买制作材料跟工具。小五，刚才三哥理我了。走吧。三哥，你这两个数的公差必须精确在0.08毫米之内啊，不然会有问题的。你不害怕我了？我不怕呀，你是我三哥，我怕你干嘛呀？你也变了，成熟了不少。以前看你只是一个只会张牙舞爪的疯狗，见到谁都想咬一口。你才是疯狗。我是不是疯狗，不是你说了算。还好你们都不是疯狗，要不然我就是疯狗的兄弟了。哦，对了，四哥，你之前说你去参加一个什么武器研究项目，你参加那个是为了什么？哦，因为妹妹说她感觉为了国家强大而做努力的人，还有为了保护我们国家人民而默默奉献的人都最帅，就像三哥一样。所以呢，我就参加了国防项目。虽然现在这个项目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他们再邀请我的话，我还是会去。我要像三哥一样努力，成为妹妹心中最帅的哥哥。他竟然会这么说。老三，做你自己就好。三哥，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当你迷茫的时候，就想想家里的床。你看我的行动准则就很简单，一切为了能够安静的躺在家里的床上而努力。这是你给我做枪的回礼，我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前提是事情不麻烦的情况下。好。别看了，快起来！三哥回来了。什么？三哥没有死，他就是受伤了，现在在医院。太好了，那就说明三哥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了。但是，三哥带回来一个女孩，大哥让我来接你。这一天
终于要来了吗？好了，走吧。大哥，这就是你说的妹妹？那我该当她妹妹还是姐姐？你当妹妹吧，我当姐姐，姐姐会保护妹妹。真的吗？我从来没有姐姐，真是太好了。姐姐，我可以去你的房间玩吗？大哥，好疼！哦，抱歉。小月，你不是沈家的孩子，沈慧才是。我叫沈慧。但就算如此，在你能够独立之前，沈家依然会养着你，你不用害怕，我也会护着你。沈月，等四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去医院看三哥吧。五哥，你自己先去吧，我待会儿和妹妹一起去。不行，你跟我一起去。不，我想和妹妹一起去。都是你们有妹妹，为什么我不能有妹妹？妹妹，我有话想和你说。大哥，你先去休息一下吧，等四哥回来了，我们再……月，怎么了？你醒醒，快叫救护车！霸占了我12年的身份，这是你应得的下场。好好享受你的监狱生活吧，这辈子都别想出来。欢迎来到折翼之地，全球唯一一个世界级监狱。月月，你醒了。沈月，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老三还在医院，你能不能懂事一点啊？二哥，你吓到我了。大哥，你有点过分了，妹妹才刚醒，而且不管是谁遇到这种事情都会晕倒的吧？二哥，你说这话确实太过分了。月月，对不起。二哥，你不用道歉，我知道你是关心我的，只是有些事情看起来不像表面里。我昏迷了多久？你在客厅昏倒了，现在已经是第2天了。三哥怎么样了？三哥伤情不好，大哥和那个谁一起去医院了。不过没事，我们3个在这里守他。一切都按着计划在进行。你说什么？我说一切都这么突然，我有点儿不习惯。程毅、启泽、小雾，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没看到大哥和妹妹已经在下面等了很久了吗？妹妹？什么妹妹？我们的妹妹不就在这儿？爸爸妈妈，你们说的妹妹是指沈慧吗？三哥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没见过你们关心一句，现在在这装什么？恶心！五哥说的对，不过我倒是挺期待见见这位真正的沈家小姐，毕竟有些游戏才刚刚开始。哥哥们，谢谢你们这么保护我，我会记住的，每一个人。小雾，你什么态度？这就是你跟你爸妈说话的样子吗？我劝你们最好别在这个时候惹我。哦，对了，还记得那只狗吗？我已经没事了，我们去三哥那里吧。大哥不也在那儿吗？抱歉，刚才态度不好。小吴，好了，就这样吧。五哥，我想牵着你。五哥，你知道三哥病房在哪儿吗？在重症监护室吧。
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进去。五哥，你刚才待在那里会让气氛更尴尬。我不是爸妈的女儿，他们看到我也会不舒服，所以我们最好是一起离开。但是，我刚才听到你说那句话，我心里会有点难受，这是为什么？人会因为他人而感到痛苦，是共情。恭喜你五哥，你开始变正常了。你说我不正常，改够？我没说，只是想到你之前一直在向我学习如何变成一个正常人。走吧。医生说应急措施处理得很及时，是你做的吧？是我没错。大哥，你准备怎么感谢我？把另一个鸠占鹊巢的东西赶出去怎么样？不可能，你们以后都会是沈家的孩子，我会护着你。我知道你在那里过得很好，但是因为以前别说这些，我回来不是为了和这位假东西比惨。我要的实验室准备好了没？和沈月好好相处，你的实验室我会准备好的。放心，实验室给了我，我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相亲相爱。大哥，我发现我是一个很可怕的人。为什么会这么说？如果是因为沈慧的事情，这并不是你的错，你不用有任何负担。大哥，如果一段感情的初衷是以利用和算计开始，那这段感情是真是假？沈月，你的这个问题钻牛角尖了。所谓的一段感情，从利用开始，该怎么去定义？严格意义上来说，所有感情的开始都是不纯粹的，所有感情的寻求都是为了填补自己内心的缺失。就像我照顾弟弟妹妹，照顾你，能够让我感觉到存在的意义，这就是我对你们付出的理由。我也在利用你们填补自己。可就算是这样，你能说我对你们的付出是假的吗？你能说自己感受到的关心和爱护是假的吗？你能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假的吗？沈月，虽然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不要去太过于追求真假。你是沈月，你只需要做好沈月就好，就像田一样，其他的交给哥哥。你不是有五个哥哥吗？好了，小月，你今天不是还喊我五哥吗？大哥，领带，擦擦鼻涕。沈月，给他吧。就这一次啊。四哥，你别哭了，下次我逃跑的时候带上你一起。我陪你一起走。你们呀，老三还在里面呢，别再让我担心了。四哥，别哭了，我们同时担心两个人会累的。哦，四哥，你居然能止住眼泪，真棒！爸爸妈妈，你们来啦！老三还躺在里面，你们几个在外面吵吵闹闹干什么？妹妹刚回来不久，你们做哥哥的都不关心一下吗？慧慧，刚来这几天，和沈月相处怎么样？她说要当我的姐姐，可是姐姐第一天就晕过去了，没怎么相处过。哦，那在陌生的环境里面害怕吗？这里挺好的，比我原来待的地方明亮，也有更多的颜色，我很喜欢。会难过吗？其实有一点伤心，因为大家都不喜欢我。对不起，三哥还没醒，我不应该说这些。沈月，你现在应该知道了，你不是我们沈家的孩子。当初你父母把慧慧偷走，让她吃尽了苦头。现在你再待在这里，慧慧只会更难过。所以，待会儿你回去收拾东西，今天就离开沈家。我每个月会给你一笔生活费，保证你
生活到28岁，可以自己住，还有钱拿，这种好事谁会拒绝？好，不行，我不同意。这里是医院，在这里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你们先回去，小月的事情等老三醒了之后再说。但无论如何，小月的生活都必须和从前一样，你们不可以插手。现在沈家的掌权人是我。一晨，你，父亲，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我现在觉得，你们或许一直以为医院不是说话的好地方。等老三醒了以后，我们再好好谈吧。时间不早了，我先带小月去吃点东西。哎，你们，你知道我会来找你？把门关上吧，别吵到其他人。坐吧。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控制那几个兄弟？不是控制，是顺应人心。我爸妈好像对你不太好。对，他对自己所有的孩子都不太好。可就算是这样，我一回来就赶你走，还真惨。你现在在这个家里，就像是不受待见的臭虫。我要是你，肯定没脸待在这里。那你可以收敛我吗？我刚才骂你是不受待见的臭虫。我听见了，你这样刻薄不好。身为你的姐姐，我以后会给你纠正这个坏习惯的。你不好奇你的父母吗？我看见你，不用问都知道，你在那边过得也不好。你知道你是被你的亲生父母抛弃的吗？知道，我偷看了大哥的资料。目前看来，我是被两边都抛弃的存在，而你是被两边都选择的存在。可是谁又能确定被选择的人一定会更幸福呢？现在的你和我第一次见到的你很不一样。第一次见面，你想的事情我都能猜到，可现在我看不透你，所以我才是姐姐。别摸头，会长不高。一起睡吧。谁要和你一起睡？你不是一个人睡不着吗？你看起来很憔悴，我猜你应该是这些天没有睡好。刚刚我和你说话的时候，你无意识的看了床3次，又移开了视线。我猜你应该是累了，而且不存在认床的情况。排除认床和不累这2个因素，睡不着就只剩下了心理原因。按照大哥给的资料来看，我猜你应该是怕自己一个人睡，所以就问了一句。从你的反应来看，我猜对了。你在分析我？对不起，我习惯了。如果你讨厌的话，我以后可以稍微克制一下。一起睡吧。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算计了那几个兄弟？不是算计，是以真心换真心。什么真心换真心？他们身上被塑造的痕迹太明显了，是你做的吧？人不是会一直一成不变的生物，他们遇到了想保护的人，就会自发的变强大，去保护那个想保护的人。所以你就让自己变成了他们想保护的那个人？他们想保护的人是自己的选择，就像我想保护你一样。睡吧。你为什么要保护我呀？因为你和我很像啊，与其说是保护你，不如说是保护我自己。如果当时我没有被抛弃的话，现在你的模样就是我的模样。你这样说，搞得像是你的错一样。你最开始跟我说话，不就是在说都是我的错吗？那天我看见你被人护着，我只是单纯的不爽。那以后我护着你。
你都自身难保了，沈家的假千金还在真千金回来以后依旧赖着不走。豪门圈里应该很喜欢那种强端，那就真千金回来以后，心疼假千金的遭遇，决定自己养着假千金。这个桥段怎么样？比你那个真假千金互撕的老套剧情吸引的多了吧？为什么是我养着你？你是真的，我是假的，当然是你养着我啦。你刚才不是说是你保护着我吗？对啊，我护着你，你养着我，我们这叫双向奔赴。哦，是吧？你醒醒啊！你要累死我了！哎呀妈呀！你对我做什么？我对你做什么？你看看，这是你昨天晚上一边说不要靠近我的时候打的，还有这儿，是你昨天晚上说去死吧的时候踹的，这后面应该还有一个牙印，是你昨天晚上说我恨你们的时候咬的。把门关上！想吃什么？妹妹想吃什么？随便。那我们吃薯条吧。去离医院远一点的地方吃吧，免得被大哥撞上。上次大哥知道我们在学校门口偷吃薯条之后，生了好大的气，连我的卡都停了很久。那段时间我买学术资料都用的小屋的卡，还好小屋有2张卡。别提了，大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让我抄了50遍油炸食品等垃圾食品的危害，而且还和他的什么小本子放一起。可是薯条蘸番茄酱很好吃，蘸辣椒面也不错。那这次你记得把嘴巴擦干净了，别再让大哥发现。嗯，好嘞。走吧。你怎么会喜欢吃这种东西？人生的乐趣就是去码头搞点薯条。别动！做什么啊？帮你检查一下，待会儿被大哥发现了，咱们都得挨说。薯条好吃吗？当然好吃啦。上次你们在沈月学校门口买了薯条以后，我就把全市所有卖垃圾食品的店都买了下来，也让底下的员工记住了你们的脸和名字。只要你们去，底下的人就会告诉你。这是你第一次和他们胡闹，我就不说你了。回头好好看一看我们家的家规，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做了不能做的事情时，就要做好受罚的准备。少管我，这是你们欠我的。妹妹，我怎么感觉他好像有些变了？他第一天来的时候不是那样的吗？白莲花？对。可能是刚来有点紧张才会示弱，后来发现没人能把他怎么样了，就强起来了。上次让你们布置的实验室先停一下，重新开工时间待定，等我通知。现在呢？你不给我实验室，我就去告诉爸妈，让他们把沈月赶出去。那天答应你的事也不算数了。沈家现在做主的人是我，你找爸妈没用，欠你的人也不是我，更不是沈月。你现在既然是沈家的老七，就得听话，不然实验室别想要。终于有人帮我说出这句话，大哥简直就是我的嘴替。老二，卡停1个月。大哥，我的卡是我自己挣的钱，那又怎么样？你是不是我弟弟？是。停卡1个月。哦，老四，
你的卡停1个月，这1个月也不许再和沈月看奇奇怪怪的小说。没事，还好我还有小五。小五，把不能做的594件事，加上上次抄的油炸食品和垃圾食品的危害一起，抄10遍，2张卡都没收1个月。1周后送你回学校，我会让牛开怀盯着你，不让你睡觉，而且每节课都会让你回答问题。既然是沈家的家人，我就要像对他们一样对你负责。在你记下家规之前，我不会给你建实验室。好了，都站在这干什么？你们去看着老三，我还得休息一会儿。走。今天不是我给三哥守夜吗？我记错时间了。快来坐着，一直站着干嘛？你到底想做什么？啊，你要靠着我睡会儿吗？你2天没睡了吧？身体是你自己的，不要太糟蹋。你留在沈家有什么意义？不想让哥哥们难过，我走了，他们会难过的。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大哥身上扛着带领整个家族前进的压力，二哥想要得到家人的关注，三哥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只会顺应别人的期待，四哥很怕疼，爱哭，但没有人能理解他，五哥无法理解别人的情感。我说的都是以前，你觉得现在的他们怎么了？都是傻子。当个傻子有什么不好？什么都去计较，什么都去看清，那才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一起搀扶着往下走，不就好了？你真的才12岁？虽然我也是12岁，但是我还是你姐姐，叫我一声姐姐来听听。休想！你要睡会儿吗？如果觉得肩膀太硬，可以睡在我腿上。不要。哎呀，你哼什么歌啊？摇篮曲啊。真的在医院唱摇篮曲？那我下次再唱给你听。还有时间。哎呀，早安！你也要和我说早安。你家那几个没来，你干嘛哭呀？像是我欺负你了一样。就是刚刚和你对视的时候忘记眨眼睛，眼睛有点干。早上好。月，我给你带了早餐。早上好。二哥早上好，大哥早上好。二哥，你手里拿的什么呀？你前段时间不是说纯牛奶不好喝吗？我让家里的厨师给你换成了水牛奶。来。那慧慧的呢？慧慧，大哥说你太聪明了，让你吃这个笨蛋套餐，变小一点。慧慧，你那么聪明，变笨太可惜了。我来，用我的跟你换。哎，你可不能再笨了。我笨吗？让我看看这里面是什么。你麻烦你帮我把子弹保存好，这是我和妹妹的约定。凭什么沈月就能拥有这么多拥护她的家人？这些本来就应该属于我的。
昨晚你陪我，今晚我来陪你。随便你。以前我小时候去游乐园玩的时候走丢了，但遇到了好心人把我送了回去。之后我无数次的想过，如果当时我没有被送回去，那我是不是就会有新的可能，新的人生？但最近我没有再想了。为什么？苦难是一直存在的，想着逃避去幻想不存在的可能，没有必要。你知不知道白天的你和晚上的你区别很大？我没有变化，有变化的人是你，只有晚上你才肯听我讲话。昨天我守夜，你睡觉，今天轮到我睡觉了。我真的困了。起来，沈月，沈月。早上好。早上好。仔仔真乖。沈双晨醒了，我去叫医生。啊！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只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了。沈月，爸，你们的事等老三出院了再说。在这之前，你们别想打沈月的主意。郑慧，从明天开始，你和沈月一起去学校，我会抽查你们的学习情况。好呀。我们到了。沈月，你终于来了。今天的沈月看起来容光焕发，精神饱满，不像大病初愈的样子。首先排除因生病而请假，不是身体原因，那就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了。肯定是叶莹，她数学了得第一，让沈月都不想来上学了。我建议以后禁止叶莹考数学。沈月，你突然请假这么久，我们还挺担心你的。本来我们想去你家看看你，但是老牛说这样不好，我们没有去。小月月，小月月，你终于回来了，来抱一个。你是沈月的姐姐？不是，她是我妹妹，叫沈慧。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上学。你好，我叫青小月。她很认生，难怪老牛昨天安排了一张新桌子。你应该坐在那儿。白胖胖，我用1个月的薯条和你换位置，行不行？1个月啊，好好啊。坐吧。乖乖，买薯条的钱需要你付。凭什么？因为我没有钱啊。你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还要随便答应别人要求？我想陪你啊，你刚来这里不习惯，我想多陪陪你。还是你想和别人做同桌？是我多事了吗？知道了，我给。同学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厉害的同学，沈慧。来，掌声让沈慧同学做一个自我介绍。乖乖，你要站起来做自我介绍。不想做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就不用了，你开始讲课吧。沈慧同学，你是第一次来班上，
要自我介绍，同学们才能了解你啊。不用了，你开始上课吧。原来这才是他真正的样子。这个沈慧同学既然不愿意做自我介绍，那就等课后同学们互相了解一下，坐吧。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慧慧，像刚才那样对老师说话不可以。为什么？老师只是增强实力的工具，只有打倒他们，才能登上更高的山峰，不是吗？我竟然忘了，沈慧从出生开始就在不停的被开发大脑，都会和不同的老师进行比赛，如果输了就会被增大用药量，生不如死。沈慧同学，看来你好像对老师讲的课有很大的意见。既然这样，我不讲了，你上来讲。我讲，当然可以。你说什么？单独求解高阶导数没有一点意义。高阶导数要结合时间、位置、速度去观测。你现在讲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你好，既然这样，那就请沈老师赐教，让我看看不纸上谈兵的数学是什么样子。数学是一种工具，要用工具就不能只学工具。高阶导数可以和重力勘探结合起来，通过重力仪可以获得指定区域的重力异常值，通过重力异常值可以得到地质体的形状、空间关键参数。首先，在重力场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推导重力异常及各阶偏导数计算公式。对高阶导数的计算公式进行换算。这里可以设计2维和3维两类模型。接下来用2种高阶导数方法计算出其垂向2阶导数，来论证可以利用2个不同半径的垂向2阶导数曲线的交点，确定模型的边界和在地面上的大致投影位置。这就是高阶导数的实际运用。沈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关于数学，是关于 Fortran 程序。我不是你的老师，我也不想回答你的问题。请让开，你的学生在问你问题。哎，好，坐。哎呦，各位同学，老师会 Fortran 程序，那就让你们亲爱的牛老师给你们讲什么是 Fortran 程序。他的学校生活好像确实不需要老师。同学们，刚刚讲的都听懂了吧？哎，下课了，那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儿，下课。哥，我们回来了。月月，你们回来了。秋月，你先回房间，爸爸有话对你说。慧慧，你先回房间，等会儿我来找你。沈先生找我有什么事？毕竟你在沈家也生活了这么多年了，我和你的母亲也不是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这样，你拿着我给你的钱离开沈家。还有，你最好不要去找你的亲生母亲。你到底在害怕什么？现在是在谈你的问题。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沈先生，你害怕失去，所以吝啬给予。你以为你这是保护了所有人，可实际上你只保护了自己。我不知道是不是依晨跟你说了什么，不过以你现在的年纪，根本就无法理解我的苦心。我不管你们是为了让你们接受平凡，只有接受平凡的自己，才不会在求而不得中失去自己。只有不曾将爱倾注在孩子身上，才不会在失去时感到痛苦。如果不倾注过爱，在失去的时候就不会感受到痛苦。
那为什么一定要失去呢？被选中的只是少数。你也不用管这些，现在和你没关系了，拿着钱离开沈家吧。毕竟你也是从沈家出来的，我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得不好。我留在这里是因为我和哥哥们的感情。如果哪一天哥哥他们不需要我，讨厌我，我可以离开，或者是慧慧。如果他很讨厌我，我也可以离开。只要沈先生让沈慧亲口对我说一句他讨厌我。好，如果沈慧说了，你就离开沈家，我每个月给你10万的生活费，直到你28岁。好，谢谢沈先生。慧慧，我有一些题不会，你能教我吗？哪里？就是这些。你先坐着，我帮你吹头发。哟，这是要干嘛？搞得还挺正式的。该不会终于要把那2个凡人精从沈家除名了吧？大哥，你想通了？那是我们爸妈，你收敛点。哎，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二哥，我是军人，不是瓷娃娃。不是瓷娃娃？你现在确实不如瓷娃娃。哎，好好养着吧。妹妹呢？他们去接老四了。你身体还没养好，怎么来了？大哥让我们来听听这些年被忽视的真相，还有妹妹们的事情，也要说清楚。来，都过来坐下。人到齐了，我们就开始谈吧。说这个有什么用？我们家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还要什么真相？我也想听。我也想听。爸妈，以前你们告诉我关于沈家的过去，现在再说一次。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依晨从小就很优秀，我知道，如果是他通过考核，就一定没问题。所以，我和芷莲从小就倾注了放心大胆的爱给他。我们甚至一度幻想，6个孩子都能像依晨一样优秀。可事实是，老2和老3很普通，他们的天分告诉我，这是我注定会失去的孩子。为了不让老2、老3重走我兄弟们的老路，我一开始就对你们不闻不问，让你们适应低谷。我们沈家孩子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为了不让老2、老3记恨依晨，我们也疏远依晨，只告诉他，让他尽哥哥的义务，照顾好弟弟们。至于老4，他虽然很聪明，但是身体有异常，我们很害怕他最后还是失去了，所以我和芷莲就一直躲着老4。行了，别说4个了，你们从小把我当女儿养，是因为你们想要一个女儿。不是这样的。一出生之后，我们沈家出了一些事情，惹上了变态杀人狂，他们专门挑我们沈家5岁以下的小男孩杀呀！我为了保护你，只能把你扮成女孩的样子，而且不能有任何的破绽，就让你自己都觉得你自己是个女孩才行。小五，真的对不起。你们现在为什么想赶沈月走？你们关系变得越来越好，我不希望等你们失去兄弟的时候和我一样痛苦。我就看见了一个胆小鬼在不断的欺骗自己。行了，不说这个了。小叶和沈慧是怎么回事？当初我怀着慧慧的时候，有2个人找上门来，说是要买我们的孩子。他们说
我肚里怀的孩子可以改变世界。我起初根本没有在意，只把他们当作疯子。可直到慧慧回来的那天，我才发现，他们竟然真的把我的孩子偷走，真是疯了。你们那天在做什么？为什么孩子被换了都不知道？那天我生完孩子之后，非常的难受。阿斌他一直陪着我，我们想着，既然在医院，肯定有专门的人来照顾，不会出什么事的。可现在想来，那2个人应该是买通了医院，然后动的手呀。自从慧慧回来之后，我们就找人调查过去的一些事情，可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她的生活记录完全都查不到，就像是被人故意抹掉了一般。至于沈月的来历，我们也查不到。沈冰经营沈家多年，他坐拥的人脉毋庸置疑啊。可就算达到了他这样的程度，却什么都查不到，可想而知啊，这背后牵扯的问题该有多大呀！我遇见沈慧的时候，他在 K 国边境的军事基地。你们查不到任何信息，是因为权限不够。那2个人来买孩子的时候，还有没有说过什么？他们是夏国人吗？那2个人是夏国人，而且还有避世的口音。他们说他们是科学家，在进行一项可以改变世界的研究，现在就差一具极具价值的样本。我不确定我是否听到，但是就一瞬间，我听见有人说，我和芷莲是沈家最优秀的母体，能够生出最完美的样本。用活人做研究，这是犯法的吧？我们要不要报警啊？你有病啊！证据线索你有哪一个？你这样贸然去警察局，警察局是沈家的吗？而且，到时候受危险的还是妹妹。老三，向上面反映一下，你上次的任务不是也在 K 国吗？事情既然已经清楚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你们难道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哎，你什么时候向上反应啊？你的妹妹们都要被欺负死了，你还有脸坐在轮椅上？我一会儿就去找领导反映。子弹我给你带回来了，那我待会儿去找三哥拿。你要那东西干嘛？血肉里的东西我那多的是，肉里除了肉还有什么？除了肉还有亲，也是啊。慧慧，你待会儿陪我去拿好不好？好。你们当初做选择的时候没有过问他们的意见，那他们现在无论做什么选择，你们都无权干涉。不管是沈月还是沈慧，他们都是我的妹妹。爸，别再把气撒在小月身上。你们2人还是继续出去蜜月旅行吧，20年后再回来，弟弟妹妹们我会照顾好的。